与林念朝领政5年，我还是没资格以林家女婿的身份去扫墓祭祖，只因连续5年他都没有在祖宗牌位前摇出红头签。我不能去扫墓，不能参加家宴，连繁衍后代的权利也没有。年年替未来男主人参加家宴祭拜祖先的，只能是管家秦哲。为什么钱筒里全是白钱？白头签。抱歉，今年还是没摇到红签。乖，再等1年，一定能摇出来。没关系。他不知道，我不会再等了。全是白头签的签筒里，又怎么可能会摇出红头签？他不知道，我不会再等了。证都领了，为什么非得摇到红签才算认可啊？规矩不可以破，乖，再等等，我会想办法的。林总，别难过，周先生只是一时接受不了，回头我会好好劝他的。过去几年我都是这么做着，等他扫完墓，下午回来接我，然后一起回港城，年年如此。5年就攒下这么点东西，从港城带到这儿，又从这儿带回港城。周先生，前2日我就通知了林家的新规，未得认可的新女婿，需在清明期间进行晨婚定闪考核。既然这回问祖宗又是白头签，你是不是该去祠堂门口跪着，给每一位回来祭拜先祖的族人递热毛巾、奉茶换鞋了？谁不知道什么新女婿规矩？不过是秦哲用来磨我的刀子，割肉不见血的服从性测试。秦管家在林家多年，熟悉族里的规矩，听他的总没错。难道你不希望早日被祖宗认可吗？周先生，不是我催你，规矩立了就要遵守。族人们现在还在祠堂等着，你要不去，我这做管家的也不好交代呀。秦管家，你是不是太清闲了，才会天天在我这里立规矩找存在感？林家祖宗认不认可我未可知，你别忘了，法律是认可我的。5年了，你立的规矩比我吃的饭还多，哪一条不是你秦哲自己拍脑袋想出来的？你以为我不知道？您父亲的换心手术，医院原本排到明年，是林总托了关系，加钱插队，才定在了这个月中。这笔钱1周前不是已经打给医院了吗？林念朝明明说过已经付了全款，真的？怎么会？是付了全款，但林总说了，林家的事
由我这个管家统一经手。您想让您父亲顺利手术，就乖乖去祠堂门口跪着，跪够7个小时，我自然会把这笔钱转给医院。要是不跪，我就只能把钱原路退给林总，就说您不接受林家的规矩，自己放弃喽。林念昭平日里什么都可以听我的，除了规矩。现在那笔钱攥在秦彻手里，我不跪，钱一旦原路退回，再想从讲规矩的他手里拿出来，难如登天。父亲等了这么多年，合适的心脏，国外顶级专家，手术费缺一不可，已经耽误不起了。阿初，念朝那孩子有心了，托人给我送了那么多补品，他不知道那些补品是我熬过一场又一场秦哲新社的规矩换来的赏赐，他也不知道。怎么，这5年我在林家所受的委屈？阿初，你娶了个好媳妇儿，爸就放心了。林家那样的门第能看上咱们家是你的福气，你要惜福。爸，我很惜福了，我惜了5年，可我现在才知道，这福气是由膝盖跪出来的。哎，那是谁？不知道。这是谁？念朝家的，还没摇出红头签的那个港城来的吧？今年怎么跪这儿了？新规矩？听说是秦管家提议的，说是让新女婿多练练，盼祖宗能早日看上。要我说，秦管家这么能干，要是当这个林家女婿，指不定早就摇到签了。按规矩，这几天就要去祭拜先祖。各位长辈，别拿我打趣了。林总的丈夫正式确认之前，我也就是替他尽尽心。等将来新人进了门，这些规矩还要我好好教给他呢。他说的是新人，而不是那个早已领了证5年的林家女婿。好像我只是一个没有转正机会的临时工。阿哲在林家长大，熟悉族里的规矩，让他代劳也是为你分担。刚入门那年，秦哲刚当上管家，就立下新规。未得认可的女婿不能参与宗族事务，管家应代为打理。于是在我摇到红头签前，我就像一个见不得人的情妇。5年了，他带着带着就带成了习惯，而林念朝也早就习惯了他。怎么跪在这儿？林总，这是今年新加的规矩，5年都没有摇到红头签，可见祖宗的意见不小，让新女婿在清明期间晨昏定省，祖宗们都看得见，族人们也都认为可行。过去每次反抗，只要秦卓说一句是为我好，他就会劝我为了大局先忍忍。我早已形成了肌肉记忆，反抗没有用。可这一次，我想再努力一下。念昭，我爸手术的钱能不能直接打给医院？钱已经转给阿哲了，家里的事交给他打理就好，你不用担心这些。我不是担心，我是……好了，5年没有摇到签，祖宗不喜。你跪一跪也好，等我下山就一起回港城看望爸。可是，林总，该走了。周先生，您父亲情况恶化，撑不到月中了，建议前今天到位安排手术。国外那专家只有今天有空。念朝，医院说我爸必须今天手术，我求你，现在就把钱交过去。周先生，昨天我还跟医院确认过，说伯父情况稳定。怎么今天突然恶化了呢？您别急，我让看护拍个视频过来，看看情况到底怎么样。小李，周老先生情况怎么样？你拍个视频过来。周先生，
伯父好好的呀，这哪里像撑不到月中的样子？您想拿到这笔手术费，按林家规矩来就是了，何必拿伯父的身体当借口呢？我没有，念昭，你打电话问医院，你亲自问。够了，在这里好好待着，如果再闹，我让医院取消那个专家号。那位外国专家，若不是林家出面，我根本连见上一面的机会都没有。林总，族老们都在山上等着了。走吧。我说什么来着？规矩要守。哼。小心！阿楚，就算全世界与我为敌，我也会让你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当年的那个他和眼前这个笑着听别人说话的他，真的是同一个吗？周先生，您父亲情况非常不妙，专家还在，哪怕您先来签个名安排手术也行。我马上到。从这乡里出去，走到有车的公路要40分钟，打车去机场候机，回到港城至少4个小时，而直升机直接飞港城，1个多小时就能到。林家祖坟在半山腰的平台上有个小气的别墅，直升机就停在那边。念朝姐，万一他哪天知道那签筒里从来没有红头签，知道你根本没打算让他当你名正言顺的丈夫，闹起来怎么办？他不会知道，他一向听话，就算知道也不会闹。听话，原来在他眼里，我能忍受着那些家规的折磨，只是因为我听话，而不是因为我信任他、爱他。也罢，反正这份爱早已没什么重量。等我爸安稳做完这台手术，这个林家主夫的身份就让想当的人去当吧。那你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没关系，他不会知道的。已经拿掉了。我说过，除了没办法给你丈夫名分，但其他的一切都可以给你：祭祖、家宴、族里的认可，还有孩子。周先生，抱歉，您父亲已经走了，请尽快来医院办理手续。走了，没爸爸了。孩子妈妈不要孩子，我的爸爸也不要我了。我好像把所有东西都丢在这座山上了，尊严、爸爸，一直心心念念的孩子和家庭，还有这条命。林总，我刚调了监控，周先生根本没有跪够7个小时就走了。越发没规矩了。那笔钱先转给医院。现在？手术迟早要做，省得他不放心。阿初，咱们现在就回港。周处呢？周先生，他从早上出去就没回来过。
林总，周先生不在房间里吗？有人说他没回来过。我就知道，林总，有些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周先生早上的时候就因为没抽中红头签迁怒于我，闹着要走，说不定是趁着咱们上山寄宿的时候跑掉了。我知道您心疼周先生，可他这样一次一次的闹，族老们怎么看？如果周先生真的这么不愿意待在林家，那我这个管家做的也没什么意思了。我知道你尽心，阿处那边我会跟他说，他不是不懂事的人，只是最近他父亲身体不好，他心情不好。在山上我已经跟你交过底，你不用担心他会取代你的位置，所以以后不要再新立什么规矩了。好，我听您的。您拨叫的用户已关机。老家不比港城，没有那么多眼线和监控，找一个人不容易，他怎么连手机也不开？真是急死人了！不好了，李小姐，不好了！怎么了？山上，距离你家小别墅不远那块儿，有一塘血。后山闹狼，也有野猪野狗出没，可能是咬了什么牲口。这种小事不用跟我说。可那血……行了。那血迹一大片，看着不像牲口的。林总，直升机那边说今天飞行报备期快过了，再不起飞就得等明天了。但您明天早上不是还有重要行程吗？您看……喂，林总，合同的事儿我今天就要定下来，您什么时候有空？林总，您先回港吧，这边我盯着，一有周先生的消息，我马上通知您。等找到周先生，我再安排车送他回去。陈总，你放心，我立马回去。秦管家，周先生他跑出去了，刚刚那巡山那说的那血迹会不会……没听林总说吗？那是牲口的血，别多想。可是……我求你！他就是不想守规矩。等他回来再说吧，毕竟5年没摇到红头签，任谁都心情不好。这个孩子来之不易，我比谁都珍惜，可却被秦征知道了。父亲死后，二房业绩堪忧，我的继承权岌岌可危，任何一次破例都会被对手放大。林总，喝。林家规矩，继承人的丈夫必须被祖宗认可，我不能让人知道我为一个未认可的男人怀了孩子，一旦曝光，他会被全族对付，我不得不拿掉他。林总，阿楚回去了吗？还没有，还在找。您别担心，老宅这边一有消息我就通知您。过去一整天了，还没找到。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他到底跑哪儿去了？他爸的手术我安排了，钱也给了，他非要闹成这样，非要在祭祖那种场合和我这个妻子硬杠吗？以前他不是这样的，再委屈也只是咬咬牙不说话，以大局为重。现在动不动就闹脾气，连电话都不接。既然他不接电话，我就去找他爸说说，让他好好劝劝他儿子，别这么不懂事。他只剩他爸一个亲人了，肯定会听他的话。70的周国强，帮我转到 VIP 病房。周国强，可他已经去世了。你说什么？确定是701的周国强吗？老人家遗体都送去火化了。不可能，他昨天还好好的，护工还拍了视频。什么视频？
周老先生昨天上午就开始抢救了，下午就不行了。他儿子一直在打电话筹钱，后来史密斯专家那边说可以先手术，让他过来签字。其实只要2个小时内赶到就行，可他一直没来，手术没做成，下午人就没了。2个小时内，如果是直升机的话，那绰绰有余。对了，您说的那个护工已经1周没来上班了，每次来一次拍个视频就走了，根本不照顾老人。我们反映过好几次，可对方说自己是家属安排的，我们也没办法。查一下照顾周国强那个护工。林总，巡山的村民在山上别墅附近找到先生的手机了，我之前看他用过，应该没错。徐叔，你在跟谁打电话？没有。周琦在别墅附近，山头那么大，到那半山腰至少也要1个小时，他怎么可能跑到那个地方去？李小姐，不好了！距离你家小别墅不远那块有一趟血。血，别墅附近。你们怎么在这里？林小姐，您来的正好。山腰那趟血我们检测过了，血型 DNA 比对是您先生的。还有这个。同时，我们发现衣物散落在50米范围内，加上现场的爪印和拖拽痕迹。林小姐，这附近有狼吗？根据现场分析，您先生摔倒后可能处于昏迷状态，这一带有狼群活动记录。如果他当时失去行动能力，林小姐，我们会继续搜山，但是现场有大量血迹，有拖拽痕迹，还有狼群爪痕，搜到的可能性不大。林小姐，你要去哪儿？而我没接他的电话。白天他也是这样爬了1个小时上山找我的吗？他在这里摔倒了，在这里流了很多血。把它还给我！血从身体里流出去，温热的，和他留在山路上的血一样。是谁？他昨晚倒在路边的时候，是不是也看着这个月亮？是不是在等我来？我来的太晚了。念昭姐，我正要去接你出院，你的手
我问你，那日你给我看的那个护工拍的视频，是不是1周前的？他怎么会这么问？护工那边已经出卖我了。你拖着钱不给，今天让他跪，明天让他背名录，他要钱救命，你让他拿规矩来换。你以为你是谁？林家的男主人？念朝姐，你觉得自己是？念朝姐，你听我说，我没有想到会这样，我只是……当年我爸和叔叔阿姨一起出车祸，3个人都没了。念朝姐，当年明明是因为你父母因为各自出轨的事吵起来，你母亲去抢父亲的方向盘，才导致我爸也一起丧生。你却对外说是司机操作失误，让我爸背了那么多年的黑锅。你跟我说你会补偿我，你会满足我的愿望，我当时就说了我要娶你，我要娶你。这个不行。为什么不行？我的丈夫只会是他，别的你要什么都行。他退而求其次，要了管家的职位，就有了权力规矩管束家里的人。我以为给他点权力，在林家站住脚，算是一种补偿。我以为这样就能平衡，丈夫是我爱的人，管家是我欠的人。我以为我能两头都顾好，我不知道，他立的每一条规矩都是为了逼走周处，而我成天只注重家族规矩，总觉得他帮忙调教出一个3从4德的老公也未尝不可。周处很听话，很懂事，懂事到我以为他是愿意接受的。那天在山上，你跟我离开山上的别墅前，是不是看见了什么？他的手机，巡山人是在草丛捡到的，警方后来查到了，手机上有你的指纹。是不是你怕我看见，故意扔过去的？我没有，聂朝姐，我跟了你这么多年，你还不信我吗？秦哲，你欠他，进去里面慢慢还。我过去对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不代表对管家的账户没有监控。放开！被告人秦哲犯挪用公款罪、职务侵占罪、诈骗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12年。今年不用姚谦了。他不需要被任何人认可了。哟，西雨，你这千年石头终于开花了，嫁人了！没关系，我等你。阿初，你还活着，太好了！这不是念朝的男人吗？就是那个5年都没摇到红头签的。不是说被狼，怎么在这儿？现在怎么成了西云家的了？这位小姐，你认错人了。阿初，你是我的丈夫，我找了你这么久，你怎么可以另娶？你怎么可以？我不叫阿初，我叫周彤。你胡说！你就是周处，你是我老公！你吓到你妹夫了？他是我老公，他不是你老公，是我的。领了证的。他骗你，他重婚了，他之前……我知道你之前那个没有被祖宗承认的丈夫，长得和我家这位很像，但你那位1年前就死了，族里都知道你给他立了牌位，不是吗？我丈夫叫周彤，港城人，我们低调成婚，没有婚礼。今年清明，我特意带他回来见见各位亲人。你胡说！他明明就是阿初！你姐，逝者已矣，姐夫已经走了，你现在揪着我先生不放，算怎么回事？他是他，你先生是你先生，别肖想别人的。各位长辈，林家的规矩，新女婿进门要摇红头签，祖宗认可才算数。他
他既然是林希云的男人，那就按规矩来。这倒也是规矩。新女婿入门确实该要钱，对，规矩不能坏，是该让祖宗看看。不必了，希云，规矩就是规矩，跟我先生有关的规矩，我来定，不需要祖宗认可，不需要红头签，不需要任何人同意。他娶的是我，不是林家。林希云，你这是什么意思？林家的规矩，你跟我讲规矩。那好，我问你，隐瞒城东项目的那笔暗箱操作，算不算坏了规矩？这件事只有他一个人知道。当年爷爷留下遗言，父亲三兄弟进行10年业绩比拼，胜者获得最终继承权。只要我当上最终继承人，就有了话事权，那就不用再求什么红头签了。我回报他的是5年不被承认的等待，是不得不流掉的骨肉，是死在医院里都没能见最后一面的父亲。我拿什么怪他？我连怪他的资格都没有。没有红头签，因为有他坚持，所以他不需要。走吧，下山了。堂姐，节哀。他活着，却让我当他死了。李总，快叫救护车！娶林希云是我主动的。那年清明节，我倒在林家山头的路上，浑身是血，妻子狠心流掉孩子，父亲死了。我躺在碎石路上，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死了算了。是他回来祭祖，救了我。他帮我操持了父亲的后事，所有该他做的事，他都做了。长房独女不喜欢男人，这一点大大削弱了你的继承可能。你需要一个不图名利的丈夫堵住族人的嘴，而我需要一个新身份重新站起来。林念朝接手2房事业后，业绩里有50%是造假的，证据全在这里，这是我的惩罚。从今天起，你叫周彤，没有婚礼，不需要祖宗认可。以前的事，想记就记，不想记就不记。我没有忘，我每一件都记得。抱歉，家属已经离开了。周彤这个名字，不是用来忘记的，是用来记住的。我和林念朝的账还没算完。想到此为止，还是想继续？不是继续，是开始。1年前，我浑身是血躺在这条路上，只觉得活着和死了没区别。直到今天看到他，我才明白，我活下来不是为了看他后悔，而是回来算账的。一直留着。第3年开始留的。林家不认我，但脏活累活倒是一件没少让我做。当年林念朝要争继承权，最缺的就是成绩。我不被承认，不入家谱，恰好最适合替他做见不得光的事。出了事，我是外人，有功劳，他是2房掌权人。那时候真傻，他说等他有了话语权，就不用再求什么红头签，我信了。
城东项目最难啃的骨头我替他啃，深夜去谈条件的也是我。结果他拿着业绩往上走，我却跪在祠堂门口等一个根本不存在的红头签。这些东西他知道你留着吗？他不知道，因为他知道我舍不得，舍不得拆他的台，更舍不得让5年的爱落得像个笑话。直到我爸死了，直到我知道签头里从来没有红签。有些东西一旦看清就回不去了。我能调取审计，也能找律师，项目、账目、资金流，甚至当年经手过的人，我都能碰。你想先动哪一条？先动这个，因为它最重，因为它最稳，最稳的往往也是最不能碰的，这是他站稳脚跟的底气，也是他最引以为傲的地方。那我就先从这里撕开第一道口子。周彤，这已经不是一笔私账了。我知道，所以才更要算清。林总，您不能……你们……来得挺快。阿处，我想和你单独说几句。去外面吧。你还活着，阿处，你真的还活着？你不是已经给我立了牌位吗？我以为你真的死了。所以呢？你以为我死了就可以当做一切都结束了？不是，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我只是找不到你，我把整座山都翻遍了。然后呢？然后你回港城谈合同、喝酒，第二天才知道我爸已经死了。阿处，那天的事是我错了，我后来才知道医院那边……后来，你所谓的后来，是在我爸火化以后，还是在你抱着我的牌位跪进祠堂以后？林念潮，你今天来找我是想说什么？说你当时不知道护工视频是假的，不知道钱被秦哲卡着，不知道我爸那天还有机会手术，还是想说你其实也有苦衷？我知道你不会原谅我，可我从来没想过真的失去你。白签的事我知道不对，可我当时想着，只要我再快一点拿到话语权，我就能废了规矩，给你名分，给你位置。给我名分？5年了，你到现在还觉得我要的是你赏给我的名分？第1年，我信你说再等等；第2年，我信你规矩不守；第3年、第4年，我看着秦哲代替我站在你的身边；第5年，我发现你怀孕了，我想哪怕为了孩子，我也该再争一次。可你呢？你明知道签筒里没有红签，还是让我等；明知道我爸等钱救命，还是让我跪祠堂；明知道那个孩子我们盼了多久，你一句话没说就把他拿掉了。我比谁都想留下他，可当时2房的情况你也知道，如果让人知道继承为了一个没被认可的丈夫怀孕，会影响位置的。我也是怕他们对你下手。你不了解，组里那些人。我不了解。林念潮，我这5年跪在林家，谁比我更了解你们那套吃人的规矩？阿处，我承认，我每一次都想先稳住大局。我以为只要最后结果是好的，中间这些委屈你会懂。你懂个屁的大局！你总说以后会好，可我爸没等到以后，孩子没等到以后，我也没等到以后。林念潮，你不是没选过我，你是每一次都没选我。你现在来找我说规矩不要了，继承权也可以不要，可你说这话到底是因为你终于爱我，还是因为你终于失去我了？阿处，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这一次我什么都不要了，我只要你回来。说，林总，出事了，公司收到实名举报，城东项目被查了。先别惊动董事会，把材料发给我，我现在看。是你？重要吗？林念潮，你不是总觉得我听话吗？那从今天开始，你慢慢看，看看一个不想再听话的人到底会做什么。我不会放手。
他走了。匿名举报已经送到法务和审计那边了，按他的性子，今晚就会开始查。挺快。对他来说，这已经不只是项目问题了，这是你在告诉他，你不再站他那边了。我什么时候站在他那边了？我只是以前以为他总会回头。他不是想知道是不是我吗？那就让他慢慢知道，这才第一步。先查医院，别的都能慢，只有这条不能靠猜。这是周老先生当天的急救记录、专家团队的在院时间，还有您接到的3通电话后台记录。史密斯团队原定下午离院，但当天因为手术排班调整，实际离开时间比原计划晚了将近1个半小时。也就是说，如果您那天及时离开老宅，手术是来得及的。来得及，原来真的来得及。医院打第1通电话时，我在祠堂门口跪着；第2通电话时，我在求他把钱转去医院；第3通电话响起时，我已经疯了一样往山上跑。如果当时他肯信我一次，如果当时他让我上直升机，如果那笔钱没被卡在秦车手里，我爸就不会死。接下来是护工的线索，原文病房值班记录、门进出入、护理排班，还有医院内部投诉存档都在这儿。这个叫小李的护工，在您父亲去世前1周就已经离岗了。离岗后，他没有继续护理，只在探视时间出入过2次，一次待了7分钟，一次待了11分钟。医院反映他根本不照顾病人，只是来拍视频，但因为他对外说是家属特别安排，没人深究。7分钟、11分钟，他拿我爸最后那点命给我演了一场规矩。这是那笔钱的资金流，钱确实早就从林念朝那边划出来了，时间比您跪祠堂还要早，但钱没有直接到医院，而是挂进了老宅内部的代管流程里。那天要我跪的，不是什么晨昏定舍，是还命，我爸的命，还有我最后那点不肯跪碎的骨头。材料够了，医院、视频、资金链3条线都能对上。接下来是先动秦哲，还是先动李彦昭？秦哲只是手，他才是允许这只手一直伸在我面前的人。如果没有他的退让和纵容，秦哲哪来的资格一年一年给我立规矩？谁又敢拿着他的钱去卡我爸的手术费？如果后续需要，我们可以去调秦哲那边更多的口供和讯问材料。先不急，这些东西够动他的项目，也够动他的人，但还不够动他的根。你是说祠堂？我要把林家压了我5年的那套东西一并掀翻。那套东西最恶心也最神圣的外壳就是签筒，5年白签，5年祖宗不认。如果不能把这件事做实，林家随时能把一切推给一句规矩如此。可祖宗不会说话，签筒也不会，会说谎的只有活人。秦哲经手了那么多年祠堂，不可能一点痕迹都不留。你想查签图？查现存的，查以前的，查谁管，查谁换，查谁碰过。他们不是最爱拿祖宗说事吗？那我就让他们看看，祖宗到底替谁背了5年的锅。阿楚，念昭那孩子有心，给我送了那么多补品，你可别总跟他闹脾气。爸，你不知道，那些所谓的补品是我一次次低头换来的赏赐。你以为的好儿媳，从来没把我当过自己人。在你夸我惜福的时候，我正跪在别人的祖宗牌位前，等一只根本摇不出来的红签。爸，我来了。那天医院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在祠堂门口跪着，他们说你情况不好，让我尽快回去签字。我也想跪，可有人拿着那笔手术费让我守规矩。我求了，我跪了，我后来还疯了一样往山上跑，想借直升机回去，可我没赶上。爸，不是我不去，是我那时候还蠢，还觉得再忍一忍，事情总会过去。
我以前总觉得是我运气不好，是林家规矩太重。后来我才知道，不是我运气不好，是有些人从一开始就没想让我好过。爸，我不是来让你原谅我没赶上的，我是来告诉你，这回我不等了。他们欠我的、欠你的，我都会一笔一笔算，不能再让人拿一句规矩就把人命和尊严一块埋了。你要是只想讨一个说法，我陪你讨；你要是想把那套规矩也砸了，我也陪你。那就陪我走完这一程。说，知道了。林家那边要开宗亲会，今天下午老宅。去，正好，省得我一个个找上门。袭云来了，坐吧。今天把大家叫来，是想把清明那天的误会捋清楚，别让一点家务事儿闹得外边人看笑话。清明那日，念朝认错了人，失态些也正常。至于城东项目被人递了材料，大家别自己吓自己。先说城东项目吧，既然不是来叙旧的，那就直接一点。城东项目从立项到回款，哪些环节是谁经手的？你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只是想提醒你，3年前城东那块地卡批文是谁连跑了10天10夜磨开口子的？资金链最紧的时候，又是谁在外头替二房谈下那笔过桥的？还有后面那2份补充协议，签的人不是我，但条款是谁改的，我这儿有底稿。你那时候不是一个上不得台面的人是吗？我来不是为了证明我做过多少事，是为了让各位看看二房拿来争继承员的成绩到底有几分是实的。周处，项目的事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你只看见部分执行就拿出来说，未免太武断。武断？那解释一下，为什么城东项目2期回款分3批，年报却合并提前算进了同一季度收益？再解释一下，为什么还没落地的预估利润提前计进二房当年的业绩表？这份内部版和最后提交给组里的7个百分点，为什么数字差了将近7个百分点？这只是口径不同。口径不同，虚高回款，提前确认收益，在林家的口径里叫什么？这些东西你从哪儿来的？我经手过，自然留得下来。还是说各位真以为这几年二房那些见不得人的活都是林念潮一个人干的？周楚，你一定要在这种场合把事情闹成这样？闹！我爸死的时候，你们也觉得我是在闹。行了，就算二房这里真有问题，也轮不到一个5年摇不出红签、祖宗不认的人坐在这里指手画脚。既然各位这么爱说签，那就把签筒打开。喜云，这是什么意思？字面意思，既然你们一口一个红头鉴定资格，不如今天就在祠堂当面验一验，顺便把这几年祠堂签支采买、交接和清明前后的经手记录一并调出来。去祠堂。把东西都拿来吧，开始吧。这不是有红签吗？说不定只是运气。急什么？先看记录。前2年正常，从周处进门第1年开始，白签有补录，红签没有。第2年、第3年，直到第5年，依旧如此。是不是账册记漏了？按规矩不会漏的，每次采麻入库都有登记。那红签呢？
把东西都拿来吧。开始吧。这不是有红签吗？说不定只是运气。急什么？先看记录。前2年正常，从周处进门第1年开始，白签有补录，红签没有。第2年、第3年，直到第5年，依旧如此。是不是账册记漏了？按规矩不会漏的，每次采麻入库都有登记。那红签呢？这怎么可能？那这几年念朝家那个不是白等了，压根儿没给人机会啊！谁敢在祠堂动这种手脚？我以前真信过是我命不好，现在账册摊在眼前，我才知道我跪的不是祖宗，是活人编出来的局。继续翻。去年5月补入红签6支。去年5月，那不就是在周处出事以后？谁经手的？又是秦哲。他一个管家，没有上头点头，敢动祠堂？徐婶儿，你在祠堂管事20多年了，你来说，清明前的签筒，平时谁碰的最多？往年清明前，秦管家都会来一趟，说是林总交代，先把祠堂重新理一遍，签筒也是他单独拿走，第2天再送回来。单独拿走？为什么从没人报？他说这是2房那边的意思，还说未得认可的新女婿进门前，签筒有讲究，不让我们乱碰。你知不知道？我没有亲手换过钱，祠堂的事一直是秦征。我问的不是这个，我问你，知不知道我这5年永远都摇不出红签？我知道不会那么快。我原本想着，等我把2房的事稳下来，等有了话语权，就把这套规矩废掉。我以为只是让你先受点委屈。受点委屈？我以前以为是祖宗不喜欢我，后来才知道，不喜欢我从头到尾都是活人。既然规矩本身就是假的，祖宗不认也是假的，那2房这些年靠守规矩立起来的资格，还算什么资格？城东项目要查，祠堂签筒要查，该停的停，该审的审，否则以后谁还分得清林家供的是祖宗还是私心？从今天起，2房继承评估暂停，城东项目和近5年业绩全部符合，祠堂另派人接手。至于你，先停手头一切事务，等查清楚再说。干什么？祠堂开签后，林家乱了，2房的项目组连夜换人，继承评估冻结，林念潮也被停了手里的事。听说他在老宅待了1夜，谁都没见，早上出来时整个人瘦了一圈。他让人递话了，想见你最后一面，人在墓园外面，从早上等到现在。最后一面这种话从他嘴里说出来有些可笑。他从前总觉得只要他愿意回头，我就会在原地等他。他口中的最后，只是以为我还会给他下一次机会。你不想见，现在就可以回绝。见。有些话不说透，旧账就总像一根刺，拔不干净。阿楚，
你带这个来做什么？活着的时候你让我跪着等一个名分，我死了，你倒把先夫2个字刻得这样端正。我不知道还能拿什么来见你。那就什么都别拿，尤其别拿这个。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城东项目也好，千统也好，组里的位置也好，我都认。阿楚，我今天不是来跟你讲规矩，也不是讲继承权，我只是想告诉你我错了。我以前总以为只要结果是好的，中间受一点委屈，等一等都值得。可我现在才知道不是这样的。白倩那5年是我对不起你，孩子的事是我对不起你，周叔的事也是我对不起你。你要我怎么赔我都认，只要你肯开口，我什么都认。你赔不起，你赔不起我爸那条命，也赔不起那个孩子，更赔不起我那5年一次次跪下去，一次次把自己劝回去的尊严。我知道我赔不起，可我还是想求你再给我一个机会。阿楚，我什么都不要了，我只想你回来。李念潮，你到现在还是没明白，你以为你现在放下规矩，放下位置，回头找我，我就该在原地等着，像从前那样再信你一次。可你有没有想过，那个会信你的人早就没了。周楚不是被狼叼走的，周楚死在祠堂门口，死在你让我继续跪的时候，死在我求你信我一次，你却看着假视频觉得我在闹的时候。周楚死在那天你转身上直升机的时候，也死在我给你打电话你没接的每1秒里。不是的，阿楚，我当时真的不知道。我如果知道，你就会选我吗？哪怕重来一次，只要你还没坐稳位置，只要你还觉得大局比我重要，你还是会先选大局。你不是没爱过我，可你每一次做决定都是先把我放出去。你现在想补的不是我，是一个已经被你亲手耗死的人。那我呢，阿楚？那我怎么办？那是你的事。还有，这个拿回去，别再拿死人演你的深情。周楚既然已经死在那年清明，就别让这个名字继续留在你手里。阿楚，风还在吹，可我知道，有些9年的风，终于吹不到我身上了。